就不要在公共的地方直接跟我说拜拜。我们如果真的在一起这么久了，我希望你对这个恋情稍微再顾一下我的感情，就是最后的温柔，最后的温柔是有受过伤。如果今天你要分的话，我希望你带一点仁慈。其实无形间很像一个街名，这个故事好像可以跟歌有连接。这是真实故事改编吗？对。欢迎光临小周末开趴，我是小米，我是佑荣，每周陪伴你们的好闺蜜回来啦。今天这位来宾他是有多重身份的，你知道他从偶像歌手、狼人杀男团到现在制作人、CEO，他这10年来人生每个阶段都在突破跨越自己的极限。没错，而且他这次的新专辑呢，Lines 又要跨越哪一条极限呢？今天我们要好好聊聊这位在音乐上10年马拉松选手如何跑出自己的配速，让我们热烈欢迎邱锋泽。Hello， 大家好。姚明佑你好，你好，初次见面，对吧？对，我想要先说，我是真的没想到我们邀到邱锋泽，对，我让我手在发抖，本人在我面前跟电视上一模一样，皮肤好好哦。其实我也没有料到，我会在这里，不是没有料你们会邀请我，然后其实因为我也非常乐意分享，因为大家也知道我最近刚发了新专辑 Lines， 然后其实我个性确实是本身是比较内向，但是我觉得透过我的工作可以接触到不同人，我很开心，就是可以交流，然后也可以分享不同的想法，然后主要是我觉得 podcast 的好处就没有那么的严肃，就是压力不会那么大，对，就是像当做朋友在聊天的感觉。我们这边很轻松啦，你要喝酒也可以。真的吗？真的，我想说你们小周末，可是你们今天是今天是礼拜五。对啊，今天是礼拜五，我们都是礼拜五录。因为我之前也是跟伟静跟小赖，我们也是1月差不多要有一个小三角，我们一个小团体。然后我是想说，因为歌迷很喜欢我们的3个人互动，所以我就约在酒吧，我们就直接录一个类似这样 podcast 这样子。对，我们已经录了，还没播，可是现在会在你的 YT 上面吗？对，我的那个风车 TV 上。然后我的概念也是想说在酒吧跟朋友聚会闲聊，然后我们就真的喝。可是就是我也不敢真的喝，因为我怕真的喝就是会太疯，就再剪掉就好啦。我想问你喝醉会变怎样？就是其实我算是开心醉了，就是很嗨可是就是可能情绪会太满，我觉得就是会哭吗？不会哭，但是就是可能有点太疯了，所以我想说还是怕失控，我就怕就是可能我包比较重，怕就是因为我们3个人太好，我们会讲很多不该讲的话，真的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剪太多，所以我想说我就那天就跟他们说，我们适度喝就好，就是大概30分微醺就好了，就是用酒精来稍微放松，但就是要控制。那今天需要吗？不用，我们家很多酒，真的那现在太早了，太早了。我不是一个白天能喝的人，虽然我知道有些人白天就可以开始，但我没办法。在欧洲的话可以。对啊。好，那我们节目惯例就是邀请锋泽来分享一下上周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小故事。有其实上周最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开始有2件事情，因为上周我刚办完就是在高雄的那个音乐会，就是 Lines 的 mini tour，然后还有多一天是我们开始了我们的第一个会议，就是在讨论就是今年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大型演唱会的歌单跟策划。就是那个会议蛮有趣，因为是第一个开会，然后因为这个会议我准备了很久，因为这次的演唱会的歌单我自己重新的编排了一下，然后想说跟团队讨论说我希望这次的演唱会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因为我做了很多歌曲，我想说把之前的歌，因为很多歌迷会敲碗说啊，这次的音乐会我有哪一些歌没听到，所以我自己会有一些所谓的遗珠，把它这次希望可以把它放到高雄这场，就是所以上周就开了这个会议，然后我觉得会蛮好玩的，大家可以期待。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在高雄跟歌迷碰面，就是这是那个演唱会本身，就是在那个音乐会。我觉得好玩的点就是老实说我知道，因为我这次办3场嘛，然后很多蜂蜜他们其实是可能他们会来几场的，所以他们都大概都知道歌单了，而且我发现我每次表演完的时候，我的歌单就会被 po 到 thread 上，所以他们好像已经熟悉到知道，比如说第5首接第6首会什么，所以他们反而就很热烈的参与每一首歌的那个唱。那他们会做什么应援之类的吗？对，他们就是会跟着合唱，就会变成其实这是我为什么做这个音乐会的主轴，想说做一个比较
互动式的演唱会，然后我做这张专辑，其实很多段落我其实也是在想说歌迷是可以唱的，对他，因为我想要做这张专辑的其中一个理念是因为现场演唱会去设计，然后也希望观众可以一起喊，然后一起就是摇摆一起跳的，因为它是一个律动感比较重的一张专辑，所以我想说这次高雄算是第2场，因为前面台北我们办了，所以很多有来过的然后就会跟着一起唱了，然后很有趣的是可能新的蜂蜜他们进来的时候他们还不再知道哪里要喊，可是他们知道前面的有人在喊的时候他们就会容易就跟着一起就会跟着一起玩，就会所以氛围是很开心的，感觉现场很欢乐。对，可是感觉你印象深刻的都是工作上面的事情，你是不是比较少就是没在工作是因为现在很忙吧，都在宣传。对，说来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那次办完台北的时候，我后来就感冒了，然后所以我上一周没有什么做其他事情，我大部分都在休息。那其实如果我不在休息，我应该会跟朋友出去或者去打打球这样子，就是运动。其实我很喜欢就是球场上的一些那个算是我解压的一个部分啊。但是因为那一周就是身体不太舒服，所以基本上就多休息。但有一件事情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我后来那一周我还是有一天去打羽球，因为我想说排汗流汗一下，然后刚好有那天我去球场有碰到一个歌迷，然后我在打球一半，他突然走上来，他就拿一个喉糖给我，他说我知道你这一周要开演唱会，我知道你要保养喉咙，我说谢谢，我就好感动哦。对，所以那个蛮难忘的，就在球场可以收到那个喉糖对，但就是球场也是带给我人生蛮多快乐的啦，就是运动这一部分。那首先要恭喜你啊，因为你出道10周年还是11？今年算11周年嘛，第7张专辑。对 ，Lines 可以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吗？可以啊，就是这张专辑的 slogan 是平凡之中找出不平凡，然后为什么有这个 slogan 呢？是因为我想说它是第7张，我想说怎么跟我之前的专辑做的稍微不一样一点，然后主题性更明确。对，那 Lines 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人生一直在为这马拉松而奔跑，然后我想说利用那个结束点我们都是有一个起跑点跟那个结束点嘛，那我们一直都在跟人生赛跑，跟时间赛跑，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忘记说自己在这个跑道上我们也没有去反思说这个所谓的跑道上我们是否在我们想要的跑道，想要我们在对的跑道上嘛，而且终点是否真的是我们人生最终的目标，所以我一直在反思这件事情，所以我是在用马拉松这个题材让观众希望他们在这个赛跑当中可以用自己的节奏去跑出自己的所谓的人生，因为我觉得就算你没有到终点，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位置的话，你在任何一个跑道都可以找出自己的乐趣。对，因为其实这个概念其实很多人都说过，其实如果要简单讲就是 live in the moment 就是活在当下，就是就算今天外面天气非常不好，我们原本要出去运动但是心情可能比较沮丧，我没办法做，但是我在家里我可以比如说做家里的那种比较不一样的运动方式，可能可以看着 YouTube 的影片，然后去找不同的方式去，不一定要到那个完美的时间点做那个完美的事情才能得到自己的满足感。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专辑就是所以它会回归到为什么平凡之中找出不平凡，在家里像之前 COVID 我们在家里运动也可以找出自己的乐趣，反正被限制也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它题材是比较哲学一点点啦，但是它是曲风上是比较摇滚，然后就是比较复古的美式摇滚去诠释这个题材，所以就是它是比较振奋人心，所以想要让大家提醒大家，就是不管在人生哪一个阶段，你都可以找出自己的所谓的节奏。你是出国会规划的人，还是你是跟着他们随便行动的人？没有，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跟着不同阶段的自己，就是如果我有时间，我会想要规划。如果我没有时间，如果我的队友是很会规划的人，我就会交给他规划。如果他是一个 follow 的人，那我可能就会规划。那应该50-50吧？对，感觉。因为我自己也是，我想想看啊，对，因为
我2个角色都有担任过，但是如果真的要给我选，我还是会想要跟啊，因为我觉得出国就是大家出国都想要放松嘛，对啊，所以如果有队友愿意做这件事情，我就哇太好了。这张专辑叫 Lines 嘛，那10年前你刚出道的时候可以算是一个起跑线，那10年算可以是一个大的阶段，现在也是另外一条线。你觉得当初跟现在这2条线对你来说哪一条是比较辛苦的？就要你从头再来开始，然后现在跟什么东西都要，可能专辑什么都要自己来。你自己觉得哪个阶段对你来说是比较难跨越的线？因为我有点忘记我当时10年前当时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到底觉得多辛苦？我没有觉得多辛苦，我相信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挑战，但我自己觉得我现阶段的挑战也其实蛮多的，就是我自己也觉得要顾虑的事情就是反而变多了，是因为我那我是当老板要顾虑，因为要抓预算吧。这个是其中一个，因为角色就变得更多更麻烦，因为以前可能是1个人可以或2个人，我们就做很多事情，但是就一直冲就对了。然后很多事情执行上面是我自己在做，我自己知道我可以控制。可是当有团队的时候，就会多一层考量，说就会可能说是资源的分配或者人力的分配，这些是确实是多一个挑战，是我之前没有想说要怎么真的去所谓的去更有效的经营，但是。我觉得10年前的我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一直冲，一直冲。那可是我会担心10年后我没有10年前的那个冲劲，就是我很担心，我太舒服，就然后我会觉得说我就稳稳一步一步就好。其实那也没有不好，但是我觉得，我很担心自己太困在一个舒适圈啊，我自己一直会有这样的顾虑，因为我觉得当我有这样子的思维，我稍微可以放松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可能问题很多就会慢慢的浮现，就是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好像要有一点不太舒服，就是不要安于现状。对，我自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自我防护的一个思维啦，好有上进心，所以感觉你这个专辑是写给你自己的，因为你之前就是一直冲，然后你现在这个专辑说要配速，对，可是你慢下来又会焦虑，所以这个专辑是在提醒你自己，对，还是要慢下来。对，其实它慢下来是指心理状态，享受当下。但是所以听这张专辑，它有点像是一个新的旅程，我是想要所谓的再冲刺多一次。就是我觉得，所以在曲风跟节奏感我都选的比较重的原因，是因为我是把这张专辑当做自己是一个新人的一个状态，思维上，所以我这张专辑像，它有5首英文歌，3首中文歌，可能是之前我没有去做这样子的类型的东西，对。然后我想说重新的把自己介绍给观众，然后因为我觉得我跟10年的自己真的差太远了，所以我就把当做新的一个篇章，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认真问我的话，我会觉得现阶段比10年前的更辛苦。我自己觉得，对。那你说你10年前跟现在，差很多，你自己觉得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是指，我觉得我现在拥有的知识，对创作的理解，对表演的认知，跟这件事情比较深，然后所谓对这个产业也会更了解这个生态，以前就是不知道，就是直接进来试试看，对，现在好像大概会比较清楚，然后我觉得更比较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歌手，因为前面第1张专辑我前面做的时候，其实我也在寻找自己的路然后前面不管是造型也好，然后其实大家说我觉得可以这样的时候，我就好去试试看，因为也不知道哪一个真的就是融合了很多人的想法，这样。现在比较多是你自己的想法为主，对，比较多是从我这里出发，然后跟团队讨论，然后再去做延伸，对，因为后来发现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不然没有办法可能跟其他 artist 有区别性，因为如果每个人都觉得这样是最好的，大家都做那个样子，那可能就比较很单一。你这张专辑做了多久啊？这张专辑做了，如果是从第一个 demo 开始写起来的话，可能是2年前就开始策划。蛮久的。
2年前就有这个主题了嘛？就是从这个、一切都是这样子发想的嘛？主题是没有，可是就是因为我自己知道有在想要做这张专辑，但是就是在开始写歌写 demo，然后在探索说可能要做什么样子的曲风。主题是大概3-4首之后，之前我都跟我的一个新加坡搭档在做这张专辑，在这张专辑之前，然后我们做了很多歌曲，所以因为我想说新的旅程，我也跟不同的音乐制作人聊聊看有什么音乐上的火花，所以我们前面其实老实说一开始想说先跟海大富制作人，我们想说就是做1-2首看看单曲，看氛围感是怎么样子。然后原本想要做一个比较 indie pop 的专辑，就是一个因为我之前比较少做 indie pop 这个曲风，我可能之前的内容都比较华流情歌、抒情摇滚，其实是我一直以来在做的，但是可能节奏性比较快，然后 indie pop 的很少在做。然后我想说，因为每个制作人本身都有他的强项，然后我其实也是很欣赏海大富的音乐制作的能力，所以我们其实是原本从 indie pop 这个大框架去思考这个宇宙，然后我们怎么可以去做延伸。然后这个故事很长，但是因为这个专辑有4个制作人，后来我特别去飞去马来西亚，想说去跟讯另外一个制作人合作，然后我那个想说跟他说我要做一个 indie pop 的专辑，然后我丢给他几首我觉得我喜欢的音乐风格，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些音乐风格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当然第一个是摇滚，然后第二个它就是有一种复古的味道，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不如我们可以试试看写一些复古80年代复古的一些东西，因为那些东西是我之前一直在听的，所以我觉得创作本身是从自己的影响从延伸，所以我是思考说这个方向你觉得怎么样？我们跟他讨论，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共识是好的，因为适合我，所以我们就去往下做。创作是一个一直不断在更新的事情啊，它没有我没有写好一个大脚本，然后说就是要这样子做，然后我们就去执行。我的创作属性是比较像是合作型，对，所以 for 这张专辑我觉得很好玩的点就是我觉得我从我的团队从不同的创作者当中学到的那些经验是无价的。那像你这么忙，或者是你工作如果遇到低潮的时候，你都是怎么帮自己找回跟生活跟工作的平衡？就是运动啊，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会很有共鸣，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类本身是那个我们的身体是应该要动的，如果我们不动，反而是会对我们身体不好，因为我们的怎么讲关节还是什么的对对对，所以就是回到人的那个原始的样子，我觉得，而且运动有个好处，所以我会选球类，有一部分是我打羽球，我也打双打，因为人与人交流也是，就是团体游戏有赢有输，有一种好玩，有一种稍微竞争，它是有点激励的部分啊，然后又可以流汗，然后流汗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好像会把所有的那个坏的那个情绪也把它暂时抛开，然后头脑会比较清醒，会比较清澈一点。那你除了打球还会要挑战其他运动吗？因为我看到你说你有在考虑 High Rocks，我已经报了真的就是我现在很担心，因为我们2月吗？2月就你们有报吗？我不敢我教练一直叫我去，但我说我先不用所以没有我就是因为很怕，所以我想说我们就报团体，我们报4个人，然后这次是2男2女吗？对，我们还是4男？2男2女，因为我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个运动，但我知道这个运动非常的，现在很多人在做，然后都有做到的朋友在做，我就很好奇，想要试试看。然后我也觉得其实我想要透过这个运动来练习自己的耐力啦，跟你好勇敢哦！对，我想说这是体验。而现在就很好笑，就是因为这个 idea 是我跟艾薇跟吴飞想要做的事情，因为现在就是我们4个人，我艾薇都很吴飞强而且他们2个有去上最强身体啊。对，可是问题是因为现在是
播出的时候，现在是11、12月的时候，艾薇他那天他跟我说，他这2个月也没有时间健身。我跟他说，我这2个月也没有太忙，根本没有时间练跑步。我说我们完蛋了，我说还是我们 High Rocks 那一天就消失，就拍照打卡，我们就出席就好，出席就好。我们没有时间比完啦，没有啦，我们还是努力啦。但是我们就告诉自己说，我们没有要破什么记录，我们就是志在我觉得参加。完赛就很强了，我连完赛都觉得很难对，可是我就当做探索新事物也是蛮好玩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运动就本来就可以让大家很开心，然后就是有团体大家一起去挑战，就觉得好玩，比较不会害怕，比较不会害怕。因为我邀他很久了，他都不跟我去，死都不去要不要挑战一下？我考虑一下。可是其实 High Rocks 好像是最入门的，因为像 CrossFit 因为 CrossFit 就很容易受伤，然后那个很多技巧性就 CrossFit 的强度再强一点。强很多，因为我每次看他们做那种动作，我就觉得哇，因为它涵盖很多爆发力，所以你那个感觉那个不容易耶。所以因为我之前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运动底子不是很高的人，但是他们也是透过 High Rocks 他们开始接触，然后他们后来变得很强，因为他是比较慢，怎么讲，他不是爆发的，所以我觉得。但是他是很累啦，他是很累。对啊，我就看他们觉得想到就累。我朋友说你至少要可以跑10公里，我说完蛋，我现在10公里我跑不了我说因为比赛就8公里，然后你中间还有4个项目。对，我说先给我5公里看看。可以啊，先报了再说。对，没错。那除了运动，还有其他的休闲娱乐吗？喝酒？喝酒就是小赖。酒是一个爱恨的一个关系，就是喝的时候很开心，隔天宿醉就后悔。会宿醉？会啊，然后你就宿醉一整天就浪费掉了，你就整天在检讨说为什么我当下要喝。对。可是你当下喝的时候觉得说哇，此时此刻好放松，所以你都喝什么酒啊？我都喝什么酒？现阶段我老实说，我最喜欢喝还是啤酒。我是喜欢啤酒的那个解渴的感觉啦。但是或者一些调酒，如果那个我喜欢喝茶香的调酒。茶香的调酒，那我可以推荐你一个酒吧。好啊，哪一家？上次 Underlab， 你有去过 Underlab 吗 ？Underlab 很熟，很好喝真的吗？它有一系列是茶加酒的调酒，而且是好喝的，是好喝的。我之前像我们的同事们，我们之前去训练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庆功宴结束，我都去找一些酒吧，当地有。等一下可以交换一下，交换一下清单，对，口袋名单是不是？对，我喜欢去探索，而且我觉得去喝调酒是一种氛围吧，那个整个酒吧的氛围，我觉得就很放松。对，我是蛮喜欢做这件事情的。那你会有那种很日常的放松吗？譬如说追剧啊、滑手机啊，你是那种手机重度使用者吗？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我觉得谁不是的话，我想要跟他学习，我想要佩服谁现在可以不用。那你会滑 Threads 吗？有啊，今天才发文。那你会就是看到，因为你知道你会看到人家在讲你什么时候，你会忍不住很想去回吗？都有回，我都会回，但是我只回称赞，就是在骂我的我就划掉，没有啦，开玩笑啦。就是我火网的原因，其实老实说是想要跟歌迷互动，就是这样讲有点不浪漫，但是其实可是真的是想说跟大家交流，就是我觉得就是也算是我所谓的工作的一部分啦。但是我当然有在享受这件事情，我才可以去做。我如果没有办法享受的话，我真的我是会不做的人，所以我就当做是。因为我觉得社群媒体就看你怎么看，当然它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也会有有时候它也可以变得很所谓的 toxic 啊，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所谓的很负面，但是它也有它很好玩的一面，就是它一些比较轻松的一部分，所以我是喜欢它那种比较调侃、比较好玩的部分，我就是因为我内心里面还是有一个小屁孩的那个灵魂存在着，所以有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笑，我就一起互动这样子。对啊，因为我觉得歌迷
大家是很喜欢看海巡的偶像，对，会觉得哇，好啊有亲切感哦，或者是被回到就会就很有趣觉得很开心。对啊，我觉得在上面互动，就是喜欢的人就会觉得这很好，但是如果原本怎么讲，如果原本没有就是对这件事情，就是它都是两面的，就是有一群歌迷就觉得哇很好，希望跟我互动，当然有一群觉得哇怎么那么，你可以说油腔滑调嘛，就是这每次在trash， 这是太。我很好奇，你这10年来有遇过那种就是很攻击的粉丝或网友？对，就网友还是会有了，不可能没有了。那你怎么调试？还是你都还好？不会还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消化这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今天要接受一个人赞美我，当然要接受别人攻击我，所以这个是共存的啦。但是可是我后来觉得说，我不能因为别人攻击我而去不顾虑到在跟我互动的歌迷。所以我觉得说，我知道我做这个事情的那个初衷是想要歌迷互动。那当然会有不同的声音，我也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因为本来就是大家都有权利发表他们的意见。对啊，就是好正面的想法哦。我想不到，可是这个是需要时间调试啦。看到网友就是稍微一点攻击，我就觉得很可怕，把电脑要砸掉了。可是我想不到有什么好攻击的。可是攻击的点是永远是没有理由攻击不完的。其实当然他就是讨厌你，就是看你不爽，这样可以吗？可以，但我觉得你的心态很健康，很健康，对啊。努力的调试了，我觉得这个是一直要在调试当中，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人类，还是会有情绪，然后只是说尽量把那个能量放在一个比较我觉得就是比较稍微正一点的部分。对啊。那回到专辑啊，就是因为你这首歌专辑有8首歌嘛，8首歌的排序，你像你刚刚说你每个开会都会自己参与，它这8首歌排序有意义吗？是非常大，非常关键，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概念专辑，所以我原本想说从一个马拉松的角度，从起跑到结尾的整个过程，你会拥有的情绪的起承转合不管是前面，所以我第一首 Radio Mars 它是一个非常很有能量的一首，因为我们刚开始跑的时候会冲刺，对，所以大家可以顺着听完，它其实是很没有违和的。演唱会也会这样子排吗？也是这个概念。其实我演唱会歌单的概念，其实这次我是想说，就是节奏性要够足。所谓的节奏性，就是不要太多down 的那个情绪掉的，不要掉太久。因为我其实我会做到这样子的逻辑，是因为我之前的演唱会，我的歌单很多情歌，然后有时候发现我缓慢的环节好像有点太久，我自己觉得，所以我想说我希望我的演唱会是很嗨很精彩的。所以为什么我做这张专辑？那做这张专辑之后，为什么我可以把这些歌单塞到我的演唱会歌单当中？我就可以填补那些我觉得之前在歌单当中会有一点点节奏上掉了一点的部分。所以我做歌手，其中最大原因是我喜欢现场表演跟歌迷互动。当然还有第二个点，就是我声音是否能够维持住那个对啊，每一首都很嗨的话，那个状态会不会很累？对，就是如果2首歌体力也要真的很好，如果这2首歌特别难唱的话，我就得把它拆开，然后有些歌比较好唱，我就可以交错一下，放在他们中间。对，但是要很顾虑说，又不可以让氛围太 down， 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巧妙啦。所以这个我的歌单都我一直在换，因为有时候我排了之后，比如说唱了第一场的时候，我们也会讨论说，觉得哪里不太对，我们就再稍微调整一点点。所以就算排了，有时候现场演出还是会改一点的。这张专辑有一首歌，我非常的好奇它背后的故事。就是吴心洁。吴心洁。很多人很好奇，对对对。因为我听到这首歌，然后我很喜欢看下面留言，因为很少音乐 video 就是会开放留言，没有很多是不会给留言的。但是我觉得你的影片下面有留言，就他第一个出现的那个问题，就跟我心中的问题一样，就是我真的好想知道吴心洁发生什么事。这是真实故事改编吗？真实故事改编，对，它可以算是一个故事，一个真实故事，然后稍微去
创作，然后老实说，五星街这个 title 是很后面才想到的，因为一开始这歌的概念的原始是想要说，因为我很喜欢一首歌叫 Killing Me Softly， 一首英文的经典老歌，然后它的概念就是在讲，如果今天你要把我给删除掉的话，再从你的我说好讲分手就好。如果今天你要分的话，我希望你不要这么狠的跟我分，就是你就是带一点仁慈。我当时想要做一首歌是在讲这件事情了，所以因为我觉得所以我当时跟大富讨论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怎么去延伸这个概念。然后我在写词的时候，五星街是一个意外后来写出来的，因为原本我们是要讲那个人无心啦，对不对？我要讲这个人不要这么残忍，可是后来团队他们有讨论说，其实无心街很像一个街名，它不是有真的无心街。对，那我们觉得，不然其实这个故事好像可以跟歌有连接，因为有时候你如果你就不要在一个地方，比如说公共的地方直接跟我说拜拜，我可能会觉得太突然了或什么的，就是只是在讲一个，我们只是用无心街为一个比喻吧，就是你要跟我分，就不要再这么突然或这么残忍，对，希望你可以不要这么狠。是有受过什么伤？没有受过什么伤啊，我是觉得这个主题没有被探讨过太深，就是我在我的歌单里面，就是很多就是分手嘛，但是我想说，其实分手它也是有很多技巧，不是说技巧，就是对，因为你歌词里面写说你不能挑个好日子离别吗？对，怎样分别有好日子吗？看农民历呢？对，你的技巧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很有趣是，如果今天我知道跟你不适合了，那我可能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继续走得下去，可是我又不想要让你太难过，所以我要怎么让你分的不要这么难过？其实这个也算是一个很要怎么讲学问，可以讲是学问。所以我可是这个歌的出发点当然是站在被分的那个人，就是觉得说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子跟我分，希望我知道你觉得我不适合，我也知道你其实可能要跟我分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不要分得这么痛。我知道这个很矛盾啊，所以其实我是要讲这个矛盾的感觉。他没有所谓的好日子，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不如其实直接切断是一个好的分，因为你就不要让对方可能有幻想说，也不是幻想，就是你拖越久，对方痛的越久，长痛不如短痛。对，其实他这个，所以我就是一直在觉得这个事情蛮有趣的，因为他没有对错嘛。可是我的角色是觉得说，就是我们如果真的在一起这么久了，我希望你对这个恋情稍微再顾一下我的感情，就是最后的温柔，最后的温柔。对，所以我觉得《无心街》是很惨的一首歌，某个程度上，因为它其实就是我都知道我不适合你了，但是我还是最后一个请求，然后希望你可以理解。感觉听起来有点卑微耶，真的。所以真实故事是您本人吗？对，我歌曲我都一顾虑会说，就是它不一定是我的故事啦。对，它不一定是我故事，身边的朋友也有可能，那可以是我身边的朋友。但我必须说，我觉得这首歌会很有代入感，很有共鸣，因为大家都遇过。对，大家一定都会遇过这个状况，所以如果他是那个被留在无心街那个人，他听这首歌就会超有感觉的。对。但其实老实说，双方都是非常的痛，因为另外就是做这个决定的人，他也一定不好受，但是就是他也没有办法，除非你够狠，对，他也没有办法完全站在另外一边的思维，因为在他的角度，他可能觉得他做的觉得是对，而且最理想的。其实也是啊，他也要诚实面对自己，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对，因为有些人真的就会拖啊。说就装有些人，你朋友有一个朋友这样，一律我朋友。对，好，然后另外一首歌我觉得也蛮有趣的，一首英文歌就是《Picture Perfect》。对，这首它就是在讲现代人很在意社群上自己的形象是不是很光鲜亮丽啊，很正面很美好。那你有
曾经是为了要就是呈现一个完美的样子在荧幕上吗？而不是做你自己？你有这样过吗？有，我觉得我最鲜明的例子就是狼人杀的样子，就是之前在娱乐100%，就是因为我在那个节目上呈现的人设是非常古灵精怪，然后非常活泼，然后非常嗨，能量非常高扬的一个人设。那个人设他算是我的，因为我本身是 I 人，其实，但那个角色会出现，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说，我想要，首先我自己有这样的人格，但是我那个人格不常出现啊，只有在很熟的朋友我会这样子疯，然后因为在节目上的那些其他的狼人杀玩家们，我跟他们私下感情都是很好，所以我可以很用力的开他们的玩笑，然后我的心态是，我觉得这个游戏如果把它当做是一个朋友聚会，大家一起闹在一起玩，中间穿插一些逻辑去享受这个桌游，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节目，所以我当时觉得说我可以把我这个个性展现出来，但是所以当这个个性被大家看到的时候，我就有一点矛盾，是因为我如果要一直维持这个个性，其实是蛮消耗的，因为它不是我一个常态性的一个样子，它是我在可能跟朋友聚会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我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样子。所以狼人杀的那个时候，过去之后，我有一个对自己好像有一个责任，说我好像一直要有这样子一个能量，因为这个是大家记得我的印象中的你，印象中的我，所以我也不想要，因为要被大家注意到，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所以大家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我好像要继续。因为如果你没有那样的话，大家就会觉得，他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好啊？可能这样子吧，对啊，所以这个游戏，然后后来变了主持人的时候，我就一直维持这个人设，但是带到我自己在做我自己 solo 的活动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状态其实蛮难拉出来，因为我都是看当下的一个，像如果今天这么疯，你们可能觉得我这是疯子，我蛮想看的所以我后来就是觉得说，因为身体真的太累了，然后因为这样子一直高能量的去输出，对嗓音其实也是很消耗。然后后来因为回归到我就会问我自己说，我做这一些的初衷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我想说，因为我的原始梦想还是想要做歌手，想要唱歌，想要创作，所以我那一部分我想说，我可能要慢慢的减掉，不然的话慢慢让大家认识你有其他的面向，这样或是对真正比较常出现的样子，原本的样子。如果可以的话，就比较贴原本的样子最好，可是这个就会，因为这个也没有对错，就是当我自己切换角度的时候，我自己是观众看影片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自己原本的这样自然聊天的样子其实蛮无聊的就是因为综艺节目为什么是综艺节目，是因为大家是为了获取娱乐效果，就是所以有时候我就是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我之前疯，可是真的蛮好笑的，就是我也觉得蛮好笑的，就是蛮好笑，就是有它的价值在，所以可是当然，如果真的得择一常态性来维持的话，当然不然太累了。对我自己做这样才会比较轻松一点。那你觉得你现在在大家面前呈现的样子，很接近你真实的样子了吗？算蛮接近的，我觉得，我觉得基本上就其实很像啊，我自己觉得是很像啊。就我不知道啦，可能要问我周遭的人，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这个样子。对，他们其实我觉得尤其新来的同事都会，或者他们可能会吓到，为什么我私底下这么冷静？就是因为他们可能脑海中的还在狼人杀。你会严肃吗？就是在公司的时候讲公司的时候是严肃的人吗？会啊，真的哦，就是不是说严肃啊，就是没有什么情绪的波动啊，就是比较平一点，就比较正常一点点。因为我有听一首歌，因为15个题目好多哦。后面还有会不会太多？不会，你会累吗？现在会累吗？不会啊，你们功课好吗？哇天啊，你们天啊，你们因为你们还有真的很好奇，我们大家都有把你的专辑认真的听完，感谢，很好听。那你们是认识真的是很久的朋友？我们认识10几年，我们两个。你们是然后今年才一起，不是毕业之后一起
他开始了，开始开始吧，不是因为他好奇，蛮好奇啦。我们是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认识的哦，对，就是对写美妆的部落格，然后在皮克邦的活动上认识。你讲很细耶，对。那你们为什么会决定开 podcast？是因为因为我是 podcast 的重度使用者，我每天没事的时候煮菜、洗衣服、通勤都在听 podcast， 然后我就觉得我很想跟他们一起聊天，那不如我就找一个人陪我一起做这件事情。我很想要找很多人聊天，所以是你主揪他拉进这件事情的。他一开始不想啊，我主要是我是拍 YouTube，然后因为我都是拍美妆，女生观众比较多，都我一个人自己在跟镜头讲话，那我也是很哀的人，所以我就会觉得 Podcast 是一个很有机会可以让我跳脱这个舒适圈，我可以去主动跟不同的人聊天，然后吸收。所以我每次有不同来宾聊到不同话题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们是充电，在充电，就很快乐。所以我们就会尽可能的，就是还没画圈圈的时候，我们都会一直问。对，很好。可是如果真的给你们最想要聊，你们想要聊什么？就是你们的专项吗？就是化妆这件事情，还是反正不想要聊这件事情？因为反正这部分对我来说是好。化妆他已经做10年了。对，你们有什么化妆问题想要问？我的同事他原本很好笑，他是本来要做化妆师，然后后来他在大学毕业之后，一个朋友介绍，然后后来就反正现在就在当我的执行经纪人这样子，所以人生很巧妙。他有时候我的预算不够的时候，他经纪人，对，他预算不够，他会直接帮我补妆。那你们觉得今天的妆可以没有？今天的妆不是他画的，没有闲聊，因为我发现不知道，我真的没办法聊自己聊半小时，我真的觉得已经超过半小时了吧？对，我已经聊到很多，我觉得观众应该听腻了，没有啦，你可以聊别的啊，我们可以聊别的。所以说，那我问一个不是专辑的问题好了，就是如果今天我们不聊专辑的话，你会最想跟我们聊什么？或是跟观众聊什么？就聊你们平常都在干嘛？为什么是聊我们？因为我刚刚有聊过，可是你平常好像就是不是运动就是在工作，所以我们就想说，那不然聊专辑好了，不然怎么办？我什么都可以聊啊，只是因为你问我专辑，我当然只聊专辑。就是如果要聊什么比较好？你会煮菜吗？会煮菜吗？不会。狗嘞？狗有养狗吗？没有养狗，没有养狗。会想养吗？因为昨天你发了一个柯基啦，那艾薇的狗艾薇的狗真的很可爱，柯基很活泼。那你会想要养狗或猫吗？想，但是没有时间。那我推荐猫，因为猫就是不用烦你。像我家猫现在自己也过得蛮好的，我出来工作它也是蛮爽。猫很独立的，对啊，很独立。很多人不是说猫好像自己的主人，你最好都不要黏它，你回到家它就会觉得很珍贵哦。你回来了，它会黏你一下，这样。这什么奴性啊？对啊，可是你这有狗对不对？有我的狗，这狗已经几岁了？它8岁，腊肠。对，可是好照顾吗？它算是蛮乖的，它到现在连你不聊它完全没有出声音。你会忘记有对，没有门铃声它都不会叫。但我必须说，养狗你常常要到处飞的话，养狗真的比较累，因为我常常就是没办法，就常常出国就要想谁要来顾它或者什么的。谢谢你让我们做预告因为拍一个，因为粉丝他们真的很多问题，你知道超多问题的吗？对，我们挑个3题就好了，上100题耶，真的哦，真的超多，可以尽量的回复大家。他有一题是公司的第3位艺人是谁？是你透露过吗？没有，这个没有透露过，因为他们很多人问这题耶。对，因为艾薇上次好像有拍一个动态，然后大家有看到有一个板子，其实这个就是公司的机密，没办法透露，就是会有，但是还不能说。对，我们尽力了啦。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把所有的惊喜说给大家就不好玩了，对啊，很多事情还是得留一点惊喜给大家。对，但我可以透露是什么时候吗？喜事将近吗？2年内吧。哦，因为老实说，因为我们希望，对我们没有，因为我觉得做音乐它真的很怎么讲，就是没有一个我觉得我们这个产业很有趣的是，有时候我们每次说好我们要5月发或7月发，但有时候真的做不到，因为不可控的因素。因为我们做音乐，可是我们做那个作品，有时候那个来回很多，然后我们视觉就是有时候可能你可以说我们时间点还抓得不够好，有可能啊，但是因为我们觉得要等作品完整，知道要怎么做我们才去做，但是
公司本身其实有在思考，当然不会。我觉得准备好再出发，就是我们没有给一个很实际的日期，因为老实说，像今年我们就是签了艾薇之后，我们也是多了很多新的挑战，然后就是如何让艾薇越做越好，然后同时我们可以一起成长这样子。其实这也是公司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学问要去努力的。然后为什么也不急着有第3个IP 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太忙了。对，不是说太忙，我觉得我们要先建立好我们个人的 IP，对，所以就是在对的时间点做那个事情嘛，对，时间到了它就会出现了，对，就是因为这张专辑都是走比较节奏感多一点，比较摇滚一点，但你的粉丝、你的蜂蜜就是说他们还是很喜欢你的抒情歌，我也很喜欢。明年有机会听到吗？有哦，其实我就是一个，这回归到我个性本质啊，因为我从小是有一点我很难找出一个，我很容易做一件事情感到无聊，就是我想要做其他事情，因为我在还没找到唱歌之前，我是很喜欢尝试不同事情的人，因为我会喜欢新鲜感，我要体验不同新事物，这为什么我做这张专辑。那可是我就做完的时候，我就会怀念我之前做的事情，就是我就是不太喜欢重复做一件事情，所以我做了摇滚歌、轻快的歌，我就会想念做情歌，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轮回。然后做完情歌，我可能就做腻了，我想要再做快歌，然后我就想要做一首舞曲。其实我的音乐的这个蓝图有很多梦想，其实我还有很多像爵士风格啊，还有电音，其实 EDM 这个歌这个曲风我也很喜欢，因为我平常都在听，但是我又没有时间去深耕，但是如果我这一生有时间够，然后有遇到，因为我觉得音乐是一个缘分，如果遇到就是默契有的一个搭档，我希望我也有一天也可以做一个 EDM 的专辑，或者甚至在未来也可以做一个爵士的专辑，但是情歌，我觉得我一直以来都也很喜欢情歌，因为我觉得情歌是，老实说，我觉得情歌好像是最讲到人最深处的地方，它是最无奈、最难过的，只有情歌可以把那个东西最脆弱的部分去戳出来。所以我当初喜欢音乐我也是因为情歌这个部分了，所以我说今年听起来就变很快了。对，蜂蜜们可以期待一下我的情歌。对，那我很好奇，你说你是一个会不喜欢同一件事情做太久，那这10年来你有过倦怠期吗？就是像他刚刚一直聊专辑超过半小时，他就开始倦怠了。对啊。对，因为其实我不太喜欢聊专辑的原因是我觉得好像专辑如果好像是它是要用听的，它不是用讲的，因为我讲那么多，如果大家没有 get 到的话，我觉得我觉得我这张专辑好像没有很成功。大家听完他的专辑再来听这支这个这个是我对，可是这个是有点偏激的想法，我知道，因为有些人还是希望他们想要了解专辑，但是如果对观众有一种想象空间，我觉得是好的。如果我讲的太满，那观众到底可以从中得取的东西就会太狭窄了。你留一点空间给他们自己去想。所以我就很老实说，我不是很喜欢大量的讲，但是我今天我觉得我基本上都讲了70%了，对。但是是好的，我是乐于分享。就是你刚刚讲的那题，就是倦怠，也有一部分就是因为我做太多歌曲，然后我想要找新的灵感才去做这张专辑，所以其实有一部分是有一点点对于创作也不是说倦怠，就是有点瓶颈，就是有点卡住。你说这张专辑前吗？对，就是要做的时候，我原本想说我不要为了做而做，因为我找不到动力，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要做我重复的事情，我在我眼中我觉得是重复的事情，所以可以这么说吧，这1-2年前的时候会有一点觉得说，好，我有点要继续这样子，很自动性的再去发歌嘛，然后我到底有什么想要说的，我不要它变成一个例行公事，对，变成一个太商业化的事情，对，
那你现在这么忙，会有时间可以谈恋爱吗？谈恋爱随时都可以谈，就是我觉得生活平衡还是很重要啦。如果我盲目的怎么说，一直在冲事业，也会觉得生活的那个区块少了一些东西。所以我一直觉得说，这件事情是可以共同进行的。当然时间上，不管是恋爱还是家人朋友都会被分散，但是我觉得巩固所有目标是希望都可以巩固所有啊，对啊。那你有理想型吗？没有理想型，因为我觉得理想型这个字有一点点，太局限了。如果自己有一个理想型的话，就会错过很多可能原本适合你的人，但是你自己因为你有一个所谓的打勾勾的这个情况下，所以你是感觉对了就可以。应该说是，如果要跟这个人相处久，并且共度一生的话，我觉得最重要是合适度比较重要。合适度当然是生活习惯啊、价值观啊，然后我觉得看待事情的面向，我觉得不用到一致，但是我觉得大方向可能大家重视的东西还是要比较相同一点点。因为我觉得很常听到人家说创作的灵感会来自生活，然后又写了这么多情歌，你知道有时候你可能真的要经历过很多，或者是听过很多朋友的故事，对，因为才写得出来。有时候遇到一些比较年轻的创作者的时候，我就问他你现在有没有另外一半，他说没有，说那你赶快交吧。我觉得因为你没有交另外一半，你没有谈恋爱，你真的很难写歌。这是某个程度上，因为你看事情的角度会太单一了，就是你就是会有一点不够丰富，经验值是真的不够。如果年轻一点的话，真的是真的是需要谈恋爱，不然如果你没有，不管是你自己无意间没办法伤害到人，或者你自己受到伤害的话，你没有办法把那个情绪放在创作当中，因为创作有一部分，如果你是想要从自己的经历去分享的话，它必须是真的。对啊。那如果它不是真的，它可以是你朋友的故事，也是可以，但是你朋友的故事顶多给你用3个吧。你用完3个，你有那么多朋友的故事跟你讲吗？所以你很多事情还是要从你的角度，最重要是你的角度是什么？你自己对这个事情的角度，你要有一个很特别的角度，不然的话，你的情歌会跟别人很一致。所以我后来就是因为我现在还在创作今年的情歌嘛，但我很多时候也会自己参与自己写，或者会跟一个搭档一起写。那就算我跟搭档写，我都会告诉他我的角度是什么，那他也会修改，因为我不会只拿别人写的词，我早期会拿别人只给我的词，然后我觉得这样很好听，我就会唱。可是我觉得这样就很危险，因为这样就没有你的角度。对，所以谈恋爱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对，这句可以下标吗？谈恋爱非常重要，真的非常重要。反正不谈恋爱就很危险，真的很危险。那你谈恋爱会让大家知道吗？不太会让大家知道，因为我比较低调型。对，除非这个关系非常稳定，然后我们可能要迈向另外一个阶段了。比如说，觉得我们可能未来要有一个家庭或什么的话，因为我觉得感情确实它还是有很多不可抗拒的变数，所以如果没有稳定的情况下，其实我不是一个，我个性本身也是不是一个分享的人，所以其实我的手机本身它就本身没有什么生活照，因为我不是一个会拿起手机常拍的动人。那你会自拍吗？我自拍也是因为歌迷要我自拍，要发工作的，我才会拿起手机自拍，不然我平常我不会自拍啊。那你手机最多的照片是什么？就是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拍现在天空。我如果看到有趣的事情，我当下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我平常没有看到的东西，我可能就会拍下来，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好有趣哦，成为下一个写歌的灵感。可以，对，有时候也可以成为灵感。对，如果我平常看我周遭有发生什么有趣事，但是就是一些比较不像我，因为我不是很多人都会记录很多食物啊或者美景，我也会啦，但是我不是一个很常做这件事情的人。
活在这样是正常吗？对啊还是对你们来说，你们生活圈很少遇到这样的人？男生好像比较不会这样拍啊，可是女生一定会一直拍。我自己会啊，我昨天的晚餐跟午餐都有拍。可是你们是真的喜欢做这件事情，还是你们是因为有一部分是想说商业的角度？也会，因为我只可能累积了2个月，我就会发一个就是碎片的文章，这样、就会累积一下。所以部分也是为了有一部分也是，对啊，好像是。你怎么办呢？们刚刚这样听下来，你没有觉得跟你们生活前面我聊的东西，跟你们生活当中遇到的生活圈的朋友很像吗？还是应该？因为我刚刚讲的事情，我觉得你说歌曲内容吗？没有，就是说所谓的职业倦怠的部分。像如果现在叫你在，你们应该会累吧？会啊，因为我们也是人呐、对啊，因为我也是做我自己的行业，也是做了差不多10年，10来年，所以我就会很想问看看，同一个产业做了这么久，怎么样？比如说保持初衷，或者是怎么样度过这个倦怠期，我就很好奇。那你们怎么解决你们自己的部分？为什么我们又被问问题啦？对啊，像我觉得他还更难哦，因为像你是每一次专辑，可能大家可以问不一样问题，至少是针对新的专辑。可是他可能眉毛怎么画一个问题要被问10几年。可是化妆不是美的定义一直在变嘛？然后就是那个器材是啊，彩妆它本身的东西都一直在进化，所以它本身也是没有，它一直在变，不是吗？大同小异，还是大同小异？但是眉毛怎么画，我就是不想要一直重复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拍了一个影片，然后就叫他自己就贴链接给他，对，就拍一支不会过时的影片，然后让大家就一直可以重复去看。我觉得他最近的职业倦怠，他就是说他现在就是想要慢慢多拍一些旅游，然后就是从美妆转到旅游，所以我们9月的时候去意大利嘛，他也是从头到尾相机也是在工作，就你可能比较那你们去意大利，那你们这样子记录，你们会觉得因为像工作是不是会不会没有办法享受，还是还好？我很努力在中间找到平衡，所以可是因为我很喜欢旅游他也是工作狂，然后也很喜欢工作，所以我同时做这2件事情的时候，那你怎么找到平衡？我觉得很快乐，是我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情，但是还是在工作。做喜欢的事情一边。你没有给自己一个惯例说，比如说8点之后，后面私人行程就不拍，然后找到那个平衡，是这样子一个旅游的当下不会，但是如果是平常像现在的日子，我可能就是比如说礼拜6我就会放假，尽量啦，尽量。你们现在都是1个礼拜尽量给自己1天的休吗？还是什么？还是不止1个礼拜？尽量1个礼拜有1天可以是很难脱离，但还是很难。对，因为我们都自由业，所以在家里你也很难啊，坐到电脑前就可以开始工作，随时可以开始工作。对，手机打开就可以工作了。很难脱离耶，对吧？很难吧？这个是，所以我们现在有啦，每一周可能我们就会一起去，像我们上礼拜就下班这边录完，我们就走去北流，去喝一杯这样，就真的下班了这样，然后回家隔天一早6点他要传讯息讲那个工作的事情，超恐怖的，超恐怖。那你有他的这个困扰吗？还是你自己没有？他比较工作狂，我从一开始就蛮会找平衡的，所以我生活也占很大一部分。所以我自己比较会切割啦。你是直接切割这样子？你分工作跟生活直接切掉？直接切掉？切掉是指不回什么的，我消失吗？时间到我就把那个电脑直接关掉。然后手机怎么办？手机我尽量就是不要想工作的事情。就是讯息跳出来要怎么办？不要逼我，怎么我要放假。对啊，我尽量，我会比他好一点。他看到工作可能就会处理。我现在我还是会告诉自己说，我现在不回，然后我要休息。控制自己不回。对，但你没有，我讲的很心虚，但有比你好啦。那他没回你的时候，你说你是不是在控制自己？我都是秒回他的。只要是他，我一定秒回。因为我们工作跟私下都很好，所以就有时候可能聊工作，有时候可能聊私下的生活。其实这样是最幸福的，就是没有觉得像工作。对啊，对啊。那你今天来有觉得像工作吗？前面不会啦，现在应该有好一点。讲专辑宣传，其实它还是像工作。可是这样闲聊就不会像工作。我们应该早一点闲聊的。
对，我觉得我们已经有满足蛮多大家想知道的问题，对吧？那最后就是要宣传一下最近有什么公开活动吗？有，最重要的今天要来是因为要跟大家分享，今年3月14号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要办我的大型演唱会，然后这次叫做 Bend the Lines， 就是我们希望延伸这个 Lines 的主题，然后告诉大家就是平凡之中找着不平凡，所以会希望大家线条是可以拿来去不管是踩过还是不一定要踩过，你可以把它去扭转的，就是其实也提醒大家这个概念。然后这次算是睽违已久的大型演唱会，然后很期待，就是刚刚像说的，在筹备歌单当中，然后希望可以给蜂蜜们一些特别的惊喜。3月14号，然后到时候可以到我们的社群去查询，然后希望这次的演出可以有一个很精彩的一个表演给大家，有精心准备的歌单，也期待今年的情歌。对，现在播出的时候搞不好已经有新歌了，好快哦！还没吗？还没，但这可以放无所谓，因为我已经很常爆雷，无所谓。可以唱吗？可以唱啊，可是我想想看，我们记得这次蛮特别，它是有点像 R&B 的歌，比较少来做，它叫做Sunshine。然后，但这首歌不是我写的，我当初是收到这个 demo 曲很喜欢，然后可是我想说词就写看，因为它给人家一种比较很舒服清爽的感觉。You are my sunshine, you are like my moonlight， 洒落的月光围绕在我的身旁。You are my sunshine, kiss you in the morning, baby saying loving you where you are, be loving you 'cause you're my everything, babe。对，我已经记起来这首歌了，好听哦，很朗朗上口，对啊，是比较轻快一点，因为这个曲风很少在做了，所以我想说新的一年给歌迷一个小 surprise。这首歌一定新的演唱会会表演。哇，我们第一个听到，好荣幸哦。那最后给蜂蜜有没有想说的一些话？感谢蜂蜜一路的支持，就是很期待2026年呢，大家一起努力 fighting。然后希望大家在今年呢，最重要就是保持身体健康平安，然后吃得好睡得好，然后有努力有时间跟精力一起去，不管是跑活动或者听我的新歌，也当然期望这次的演唱会可以见到大家，也当然知道很多海外的歌迷也在敲碗什么时候可以再见面，所以未来的活动就请大家密切的留意我们原音的官网或者 IG Threads。就会慢慢的公布给大家，然后也祝大家一切顺利。谢谢秋风泽来，今天很谢谢，真的聊得很开心。喜欢这一集的话，记得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还5星好评。对，然后别忘了就是很多事情要做。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演唱会，没错，谢谢。那我们就下期见，拜拜。